明天你还我租金哦，你不要跟我跟他讲话。我没有讲话，我们你进，这几天啊，你们要给我乖乖啊！如果你没有乖乖的话，我是可以叫你马上搬的。我问你们，怎么要离过去？我问你们啊，打我了，你打我 ，hello， 你打我嘞，没有用脑了没？嘿呦，观众朋友，其实我没有想到这个新加坡房屋纠纷系列啦，会有一个续集。是啊，正如标题所见，之前跟我闹这个房屋纠纷的屋主，也就是所谓的阿姐 ，OK， 他最近又有新搞作。事情是这样子的，我在31号的时候啊，就是8月31号，我收到一个 PM from 脸书的 page， 不好意思啊，我今天的声音因为有一点小感冒，所以鼻音有一点重。OK， 就是在8月31号的时候，我收到一个 PM， 他就讲方便聊天嘛，其实我那时候也没有多想，也没有时间去回复，就是在隔一天然后他又 send 给我，他就跟我讲他遇到我之前很奇怪的屋主，就差不多要把他搞疯了，所以他就 PM 我，然后想问我到底要怎么办。而那时候其实我因为太忙嘛，我就回复了他，我就跟他讲希望你的事情得到解决，也没有多想会要拍这支影片了。但是在我问下去了过后啦，我觉得那个小弟是蛮可怜的嘞，他还是在以一样的手法在做这种事情，就想说 OK 啦，可能我可以以一个 influencer 的勉励来告诫大众，不要再去租那边，因为他 message 我嘛，然后我就问了之前的那个前小弟，在还没有搬走之前有一个前小弟是跟我同房的，他讲还没有搬走之前，因为我的影片没有人敢租他那边，差不多有3-4个月，可是过后又来了，最后应该是到这2个小弟了。然后其实我就想 find out 吧，到底是他的个人的问题嘞，还是他真的是想要诈骗，还是他知道警察拿他没有办法，只要他把那个押金还给了租客，新加坡的法律就对付不了他。所以我是蛮想 find out 到底是他的心理问题，还是他就是想要以这种方式来欺压那些比较不太了解新加坡法律的人啊。他有大概跟我讲一下，我就讲我可以帮到你们的就是拍一个影片再告诫大众啊，所以现在我要去 meet 他们，看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我也没有讲什么要逞英雄之类的，我就只是想要 find out 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可能也借由我一点点 influencer 的勉励，因为其实我的那支影片都是破100K 的，就想说可能可以做到一些警告的作用这样子啊。所以现在先去 meet 他们先，就约了这2个小弟在阿姐家楼下的附近见面。OK， 现在去找一下他们先。OK， 所以现在呢，我已经见到 Jason 还有阿杰啊，他们就是这次的受害者。先问一下Jason 跟阿杰啊，你们是什么时候搬进来的？我是8月7号，可是中途的时候他有叫我搬出去一下。阿杰呢？我是8月17号，就相隔一个10天这样子啊。但是你是中隔的时候26回来是吧？16号出去，然后26号进来。等一下，他叫你搬出去，然后又搬回来。对。首先我们先来问一下你们啊，就是你们是怎样找到这个房源的 ？Facebook 透过他哥哥。透过他哥哥。对。我也是 Facebook， 但是我是朋友帮我找的。那其实在 Facebook 找这种租房是没有错的 ，OK， 因为这个是按个人的需求。我知道会有很多人会讲啦，可能你找房要找 agent， 但是每个人的 requirement 都不一样。有一些人可能是因为有一些budget上的问题，因为你们也知道，如果找 agent 的话就是要给那个 agent fee 的，尤其是 for 一些刚刚进来做工啊，真的是能力上会有一点点的问题，又或者是有一些他们是很厉害找的，他们就真的是不需要 agent， 所以这个就是没有对也没有错的，是个人的选择。他的那个 post 其实阿杰有 send 给我啦，所以一样的可能会牵涉到一些 PDPA， 我就不会很明打明的把他们的那个 Facebook 名字放出来给你们啦，电话号码也是不会附的给你们看，就是给你们看这个 post 长这个样子。OK， 然后过后阿杰他们也是会给我一些录音，可能过后我再看要怎样去解释，因为那个阿杰其实有讲一些很过分的话啦。明天你还我租金哦，你不要跟他讲话。我没有讲话，我们你进，这几天啊，你们要给我乖乖啊！如果你没有乖乖的话，我是可以叫你马上搬的。我问你们，怎么要离过去？我问你们啊，打我了，你打我 ，hello， 你打我嘞，没有用脑了没？我有听到阿杰 send 给我那段录音，可能不在这支影片里面。那个过后，我再去反驳他讲的东西到底是对还是错，因为他给你们的那些回答讲让我听了我是蛮生气的，因为他就是压着你们，就是觉得你们什么都不懂，东西一直改的。那个过后可能会有另外一支影片，我再跟你们解释到底他讲的东西是对还是不对。那个阿杰有讲很多东西，就是要欺压他们，包括什么要告到 MOM， 这些都是屁话来的。所以现在大概了解一下他们的整个情况先，就是这支影片的目的就是不要再有任何
人去租这间房间的。这间房间我在影片开头我先跟你们讲一下，因为上次其实我含糊带过，但是现在我会很明打明跟你们讲，就是在 Woodlands Rise 783A 的第7楼 ，Unit Number 我不讲，因为 PTBA 的关系，就是在这边 Woodlands Rise 783A 的第7楼，那间房间就不要租。搬进去了过后，你们是搬去头一间房对吗？3个人的，对对，同一间房。跟一个安哥住的是吗？对，安哥还在。还在。他很耐的，我知道那个安哥是谁。之前的那个小弟已经没有在了啦，刚搬不久。然后你们2个就进去了，就是代替他跟我咯。啊，对对对，啊，隔壁那间房还有吗？这边还有新来的，又是新来的，新来的父子一对父子啊，父子。也是蛮心疼他们家。然后你们有跟他们有什么交流吗？不能交流，因为他讲我们不能交流，也不能加什么东西，加微信啊什么不可以有联系的。OK， 首先在一点时间线先，他们搬进去到现在为止啊，其实今天是9月4号，才搬进去大概是2个礼拜多，差不多啊，对对对。然后你们搬进去了过后啦，什么时候开始他的那个 pattern 就来了，就讲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第三天就开始讲他那些 law 我们真的是那时候是有做错了，但是后面我们都做得很整齐给他的。没有，你们一搬进去的时候，他有跟你们讲什么东西不可以做，什么东西可以做吗？没有，就是签这个合同罢了。对，就是签合同了。进去的时候他才跟我们讲那个 law。你看又是一样的东西。对，跟我讲的也是一样。我们要租房的时候，他没有讲他的屋子有这么多了，只讲保持干净罢了。你们去看房的那一天就直接签了这个合同？我是2天后2天还是3天后？我是搬进去的时候就直接签。不是看房的时候签的？搬进去的时候签。所以你们去看房的时候，他没有给你签任何东西？因为我那时候我是在马来西亚，然后 video call 嘛，他把 S 的 video call， 然后就看地方啊 video call 给你看房video call。 OK， 还有给你拿水吗？有，但是不能拿出去咯，只能够在里面喝完了，不能够拿出去做工，什么不能拿出去。但是很痛苦的，因为他讲去拿一杯水什么不可以抓背什么，也不能在那边洗手。那洗手盆不能拿来洗手，洗手怎么了啊？那去厕所洗之后再去拿水，然后我们就不要去那边拿，就去外面商场买那些白开水咯。要不要来分享一下，就是你觉得他跟你讲过最过分的东西是什么？最过分啊，因为他叫我们回来就直接脚洗之后，那个洗也洗好，就去房间拿毛巾冲凉。刚进厕所了之后，还没有到20秒嘞，他就叫你出来了。你在厕所很久呗，在厕所很久什么complain大堆，其实里面不到5分钟是这样子的，还不到。然后去厕所，他刚进去30秒，还没有脱衣服的，他就讲了，你在厕所很久嘞，这别人用厕所怎么办？其实是没有人用厕所的，因为他回来的时候已经11点半，差不多你房间人都睡了，就已经是没有人了。但是他去冲凉，平常也是不会很久的，差不多7分钟、10分钟差不多冲凉时间最离谱的就是穿他的鞋进去的时候，不是要在厕所洗一下出来，他说穿了鞋子走的地板不可以有声音，我们再怎么小心走，他的鞋还是有声音，因为啵这样子的，没有办法的。他叫我们穿鞋进去又不可以有声音，叫我们很吵，会影响到别的房客。你们在房间的时候啦，有没有发现什么不对劲的？有，前天你是有在他房间有一个白光我那时候收拾行李后面有一个白光。讲真的啦，如果在房间装 camera 这个是很严重了嘞。我们是没有证据啦，可是我们是有察觉到不对劲他每个角落连厨房都有 camera。 OK， 他的客厅有 camera， 厨房有 camera， 这个我也懂，然后门口有 camera 我也懂，但是其实如果他连在房间都装的话，真的是侵犯了你们隐私，你们一定要知道你们自己的那个权益在哪里。然后我插头罢了，有帮他放回去，放到他插头上面罢了，这样子上面罢了，那不可以，他就叫我帮，就才住5天呢，就叫我马上帮。OK， 他讲一直做错，一直做错。第一次是厕所的门没关紧，就是这样子开一点点出来就不可以了，叫我马上帮。就是才进来5天，就是各种让我们犯错都叫我们马上帮。还有那个擦脚布，对，擦脚布没有放直，歪一点点，然后他就complain，歪一点点。可是他是专门针对你们2个，还是可能隔壁房的也有，可是我们不知道。录影之前我有问过阿杰啦，他们都是算来这边不久的，还不到1个月。还不到1个月。然后 Jason 呢？我是来1个月。来1个月多啦。他现在是新加坡人嘛，但其实他是马来西亚人。对。其实新加坡人不是全部都是这样的我只有遇过一些新加坡人，他们是 OK 的，只是因为他本身是自己的问题啦，他现在变成了新加坡人，可能他自己心理上有点问题，就希望你们不要因为这件事情而觉得新加坡就是这样子这个我一定要以一个比较对的立场跟你们讲，你们有这样子的不好的那个经验，真的是就不好踩就遇到这样子的事情，只是想不希望你们会因为这样子就有偏见还是怎样。不会。
你们是在什么时候就跟他闹翻了？ 30号那一天，衣服晒在外面嘛，这边是晒衣服的地方。我们晒的第3个杆子，他讲不可以，他跟我讲衣服掉下去。可是那个是你的衣服吗？啊，是我的。不是他的衣服吗？啊，对。掉下去的话又关他什么事哎？对了。然后他就是因为这样子就他讲你这样子做不好啊，你叫你马上搬哦。但你7号可以搬了，我不要你了，7号。他叫我马上搬。然后Jason呢？他什么时候叫你搬的？其实他叫我搬3次了，只是因为那时候比较傻，只想要找个房间住嘛。是什么原因他叫你搬？就像他刚才讲的咯，我们刚搬进来的时候，我们都可能有一些事情都没有做到嘛，就因为那些小事，然后就要我搬出去咯。爬眼都不可以，抓头发也不可以，就轻轻这样抓不可以，然后你这样子轻轻都不可以。他就是因为你这样子爬呀，觉得你肮脏还是什么啦？这种螨虫。感觉他把我们看成一个肮脏人了。我也是有这样的感觉，因为我觉得他这样子就是在有点带有歧视的眼光啊。因为其实讲真的，这种爬羊啊、抓头啊、瘙痒是很正常的嘛，你我都会做的，没有可能讲我是一个吃饭会大便的人哦，他就不可以吃饭大便，没有这样讲。所以我觉得他是带有一点歧视。他叫你搬走过后，他有讲话你们押金什么吗？他叫我们还租金。住2个礼拜，他讲给我们住2个礼拜，2个礼拜里面如果他有房客啦什么进来了，我们就可以走了。叫我们还1个月的租金，然后住2个礼拜。那时候是30号啊，我们已经找到房了，因为他叫我7号搬嘛。30号那时候他叫我搬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找房了。那时候我找到了，租金已经还了。到7号嘛，就是说那时候我就讲打算提早搬，他讲不可以搬，他讲7号我还是要给他租金1个月的租金。Jason 也是一样吗？他也是叫你给多1个月租金。他有叫我给1个月租金，然后租到19号。然后你们有给吗？没有给，没有给是对的。OK， 可能观众有点乱，我就跟你们大概总结一下，就是8月份他们的租金已经给了，然后押金也给了，租金是550对吗？我是450，我是580。450跟580 ，OK， 就拿一个450做 example。8月份450租金加押金就900块已经给了的，by right 就是8月到9月嘛。可是他却在8月尾的时候就跟他们讲叫他们搬，但是又要求他们给多1个月的租金，对不对？对。给了过后哦，如果有新的租客进来了，才把押金还给他。观众朋友，你们觉得这样的对吗？我是觉得很不对的。总之就是这样的情况下，就要求你们给多1个，好彩你们没有给。他有一个 law， 他讲那个 law 是说，如果我再犯错，他钱会放在外面，如果再错1个的20新币装进去。就如果犯错东西的话，我们要拿钱拿给他。对。他有跟你讲吗？他是有跟我讲这个东西。我跟你讲哦，他在欺负你们哎。犯错1次就是20新币。OK， 我跟你讲啊，以后如果你们发生这种东西哦，你不要中着这些屋主，懂吗？你们不用怕的。我怕会可能影响到我的工作种种。不会，我就不太敢。他不是你的雇主，他不是你的老板，不可能要赶你走了。OK， 不要给他这样子欺负，真的，他就是要拿你们的钱玩，不要真的给他们欺啊。这样的情况下，然后你搬走，然后你也搬走。我是比较和平嘛 ，actually。还有还你押金吗？没有还，他是讲等有新人搬进来的时候才搬的话。OK，so 我想问你们啊，因为讲到这个影片播出哦，我觉得他有可能会看到啦。然后那个押金方面，你们会很在意吗？其实我是在意啦。他有跟你们讲他要还给你们吗？我搬出去的时候还是有人要还给我，只是要等到有新人搬进来的时候。这个不是咯。他没有新还给你，我很老实跟你讲，你不信你去问他多一次，你再问多他一次，对不对？他就跟你讲哦，他不还你了的。他这个人反口很快，所以我讲真的啦，你们可以就是 let it go， 可是你们走法律程序，他就是分明要欺负你们。So 你们就跟他讲对一次，我现在已经报警了，你要不要把那个押金还给我？不还给我，我就告去小额法庭。你们去小额法庭哦，就是为了要拿回这个押金。懂吗 ？OK， 他不会还给你们的，我很肯定。因为我已经试过很多次了，还是跟我反反复复了很久。你要走这种法律程序，你要硬一点，所以我们不用怕他。这种的我可以做到的东西，就是我跟大众讲不要去租，就这样子而已。我做不了别的东西啊，因为他把那个押金还给我了，他知道我懂这些东西，他知道你们不懂这些东西。而且哦，我发现到了，他每次哦去找的新的租客哦，都是你们这种刚刚出来社会的。所以其实现在哦，Jason是还没有跟那个阿姐撕破脸皮什么之类的，但是我很肯定跟你讲哦，他心里已经有一个很确答，就是他不会把那个押金还给你了，因为他知道你好欺负。然后阿杰是直接跟他撕破脸皮了的，然后你也是有show给我那个 video， 我也是懂。真的那个押金的方面哦，你们就当做是一个小小的教训，但是不甘心嘛，走法律程序，你们就看那个程序会到怎样。好 ，OK， 明白。就是这样子啊，整个事件就是这样子哦。我会把你们当成是一个受害者啊，因为讲真的哦，我是想要知道他到底是要以这种手法来骗人拿押金嘞，还是他自己心里有问题。
因为其实如果他要以这样子的手法去骗人的话，他是很肯定就是不会把那个押金还给你们了的，故意找多人进来租，一批又一批。你看你们2个人1000多块了才2个礼拜极好赚。他已经把你们当成你们是他的员工啊，你懂吗？因为我听到阿杰给我那段录音，他讲什么你去改你公司的 law 什么，你不可以改我的 law， 我的 law 就是这样子。你们不是他们的员工，你们不需要受这样子的罪，你懂吗？你们只是来这边打工讨生活，怎么要这样子就是找个地方睡觉冲凉。我是觉得这个阿杰很过分。阿杰，我知道有可能你会看到这个 video， 还有这个所谓的哥哥啊 ，OK， 这2个人我都有跟他们讲过话的，我是不会怕你们的，我会很老实的跟你们讲，你们做东西我不知道怎样讲啊，就是你们之前是马来西亚人，如果好彩你们不是马来西亚人了，但是如果你们现在是新加坡人，请不要丢新加坡人的脸，不是全部新加坡人会这样子，就是这样。我可以跟你们讲，就是这些。OK， 好。说现在你们都有地方住啊，对不对？对。今天的影片就大概是跟你们讲一下这个整个过程，我还是 find 不到啦。那个阿姐她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自己给我自己总结就是她自己可能本身有问题。我想跟你们讲的最后一次就是，如果你们有看到 Facebook 上面啊有 po 这种要租 for 马来西亚人，他 tag 的都是马来西亚小男孩，有没有发现到？你们看到这样子的 post 讲什么在海军部类似这样子的，而且有给我那个 screenshot 类似这样子的，在海军部房间要出租就你们千万不要租 ，OK？ Woodland Rise 783A。第7楼 unit 的话我就不讲，因为我觉得可能在这一栋楼有其他的屋主，他们可能也会租给别人不可以讲这整栋，我一定要明确的讲是第几楼，就是第7楼。可能阿杰的那段录音我会再做另外一支影片，就是讲他里面讲的那些内容，你跟他对话，你会讲什么要告到你们去 MON 害到你们的那个 work permit 什么他有什么资格，他没有这个资格的。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会做一支比较有用的信息的那个影片，based on你的那一段录音就做出来，可能你们有空的话你们去看一下我讲的那些东西。这样子我们今天就谢谢阿杰还有谢谢 Jason。 阿杰主动联络我，就是想要把这个东西跟你们分享，他们也不希望有更多受害者。我也没有预想到我会拍这个续集了我自己拍有2集我万万没有想到希望以后不会再有希望以后不会再有，但是我觉得进了几个月过后他又会来了。如果他死性不改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去制裁他，因为我们不是什么法律部门，我们做不了什么东西。我只可以以我自己的一些勉励，因为我在 influencer 嘛，我只可以跟大家讲，是因为我有这个平台，就跟大家讲不要租 Woodland Rise 783A 的第7楼，就这样子而已。所以我觉得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我们谢谢Jason，谢谢阿杰，我们下一次影片见，拜。